我叫周月霞，做礼仪师做了26年，经手过1200多场白事，什么阵仗我都见过。可是那一夜，我坐在别人家客厅，从天黑坐到天亮，是头一回。那天晚上11点半，我接到电话赶过去，南部一个老社区1楼的老公寓，客厅角落的念佛机亮着一点暗红的光，声音压得很低，像有人蹲在墙根下细声细语。桌子中央压着一张纸，是老人亲笔写的，统共3行字。3个50多岁的儿女把我围在正中间。长子把一份生前契约往桌上一拍，钱我1分不会少你，明天早上8点公祭照旧，你只要给我一个场面，一个不让亲戚笑话的场面。后来我把3个原因全讲给他们听，一句没有藏。最后一个原因，那天晚上就站在那间屋子的门外面，往生的是陈顺发，86岁，做木工做了40年，专做神桌、门板、老家具。这一代叫得出名号的老师傅，那张纸压在桌面的玻璃底下，字写得很大，也很有力，一笔一画像用凿子凿出来的。我死后直接火化，不发讣文，不设灵堂，不举办公祭，骨灰进塔就好。麻烦你们不要办丧事。落款是陈顺发，底下还有一个日期。这张纸他去年3月就写好了，一份放在我们店里，一份压在这张桌子底下。长子陈国栋56岁，在附近开建材行，他把那张纸拿起来看了3秒就放下。周小姐，你不要拿这张纸来压我，我爸不懂事。我们家族这么多亲戚，我妹夫那一片整条街都是做生意的，人家会怎么讲？人家会讲我们3个把老爸当路边捡来的一样。一把火烧掉了。二女儿陈丽清53岁，做保险外勤，她从进门起就在擦那张茶几，手里的抹布来回抹，桌面上其实一点灰都没有。她说，周小姐，讲实在话，我们也不是舍不得那笔钱，亲戚昨天就通知姑姑了，今天下午还有人打电话来问几点起灵，花圈订了2个孝女服，我今天下午也拿回来了，都做好了。你说这怎么退？小儿子陈志明48岁，跑长途货车，他坐在靠门那张塑料椅上，从头到尾没开口，2只手夹在膝盖中间。我把笔盖套回去，从包里拿出一本簿子，那本簿子跟这一行的规矩没关系，是我自己记的，记了26年，我经手1200多场，头10年交代不办的2只手数得完，不到10件，而且那几乎都是一个人走掉，身边没有亲人。可是去年一整年，光我手上签下来的交代从简、不发讣文、取消公祭的就有27件，今年到10月底已经31件。我不说全部怎么样，我只讲我一个人的账本，这个数字我自己看了都会怕。我跟他们3个说，今晚你们要办我就办，我打电话叫人，我加班陪你们到天亮，一样一样帮你们撑起来，这是我的工作。可在那之前，我想把3个原因讲给你们听。这3个原因不是我编的，是这些老人自己坐在我对面一个一个亲口告诉我的。第一个是李昆山84岁，以前开木材行，他住院住了2年7个月，这中间我进过他的病房4次，都是他自己打电话叫我去的，4次里面有3回他床头柜上那篮水果是同一篮，玻璃纸都蒙了灰，苹果的表皮皱了一层。第4次去，那篮水果还在老位置，他走了以后，我替他收拾东西，翻到医院的探视记录，2年7个月，扣掉他儿子偶尔来签同意书那几次，真正坐下来陪他的来来回回就3个人，楼下修车的老邻居，他以前带过的一个学徒，还有一个居家服务的阿兰，就这3位。
那他的告别式呢，花圈从会场门口一路排到停车场，还有议员送的匾额，签名簿写了3本，我随手一翻，上面写的是某某工程有限公司经理，某某建材行，某某企业社，白包部更热闹，一整排都是公司名号。他儿子那天站在门口发礼袋，那条毛巾我到现在都记得，毛巾角上印着一行他们公司的名字，还有一组电话号码。他儿子跟一个穿西装的人握手。董事长，你今天有来，我记住了。那时我就明白了，李伯伯为什么不肯办。他自己去参加过一场告别式，是他哥哥的。他坐在家属席上看了2个钟头，回来跟我讲了一句话：周小姐，你说人死了，到底是要办给谁看？我在里面躺了2年多，1个礼拜看不到一个人。我死那天，突然200多个人围着我，我全都不认识。那不是我的场面，那是我儿子的场面。所以他不办，他不是舍不得那笔钱，他是不想自己最后一次被那么多人围着，还要替别人做人情。这是第一个。陈立青听到这里，手里的抹布停了一下。周小姐，你这样讲不公平，我们又不像人家那样，我们家又没有开公司，我们要跟谁做人情？我说好，那我讲第二个。第二个是王阿好，78岁，在市场卖鱼卖了40年，那双手看一次就忘不掉，指甲缝里的黑是洗不掉的，2只手掌上全是旧伤。他中风住院第3天，家属在病房外面的走廊讲话，其实也不算外面，就隔着一道帘子，他儿子女儿在算塔位。一个28万的公立塔位要抽签，抽不到就买生前契约，现在签有折扣。老三说，妈的，定存有120几万吧，不然先从妈那边出，我们再来算怎么分摊。大女儿还跑去问护理师，护士小姐，这份生前契约可以用我妈的名字签吗？听说本人签比较便宜。王阿好那时候眼睛闭着，人家都以为他睡着了，他眼睛没有睁开，可枕头右边湿了一块，是眼泪顺着耳朵边流下去的。后来护理师来换枕头套，什么都没说。他出院第9天，自己叫了计程车来我们店里，穿的还是卖鱼那件外套，胸前用报纸包着一叠现金，12万5。他要的东西很简单，直接火化，不要做任何仪式，不发符文。骨灰他自己已经跟庙里讲好了，他跟我提了2个条件，我印象很深。第一，不可以变更；第二，不可以转让。他说这2句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我。周小姐，你帮我写清楚，写死，让他们改不了。然后他把契约影本印了3份，1份用夹链袋装起来，压在家里的电饭锅底下，1份贴在冰箱里面的门板上，第3份他拿去给李长，跟李长讲，我哪一天走了，你把这张拿出来。他还有一句话，我这辈子忘不掉，我不要，我最后一件事还要他们3个人开会。后来他还跟我道歉，歹事这样办，你们是不是少赚很多？他过世以后，他大女儿真的来退过，退不掉。那个女儿在店里骂了半个钟头，骂他妈妈，这样让我们很难看，人家问起来我们要怎么讲？所以第2个原因是这样，这些老人不是怕死，他们是怕自己还活着，还有意识还听得到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一笔要人分摊的账。我讲到这里，陈国栋把桌上的茶杯往前一推，杯子撞到玻璃烟灰缸破了，他站起来，声音很大，周小姐，我出钱请你来办我爸的事，我不是请你来我家客厅讲故事，教我做人，你这样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讲我吗？他说要换公司，说天一亮就打电话去投诉。他一边说一边拿起手机，真的开始打。他跟电话那头讲，明天座位怎么排，亲家坐第2排，要不要请一个国乐班。就在他讲电话讲到一半的时候，纱门被推开了，
一个女人站在门口，50几岁，头发扎起来，穿一件洗到发白的格子衬衫，手上提一个塑料袋。她没有进来，就站在门口那块瓷砖上。陈国栋把手机拿下来，第一句话是：你来干什么？他也没有回答，就把袋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放在鞋柜上。一条药膏擦关节用的，2双洗干净折好的袜子，一只修过的老花眼镜镜角用胶带缠了一圈，还有一张病床出租的收据，租金交到这个月15号。最后他拿出一本小本子，文具店卖10块钱的那种横线本，他放在鞋柜上。这是每个月8000块的账。阿伯给我买菜的钱我都记着，最后剩下1320块，我放在里面。她叫何秀兰，54岁，是陈国栋的前妻，12年前离婚的。这8年照顾陈顺发的人是她。我把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客厅里3个人没有一个人讲话。陈立青的抹布还捏在手上，抹布上都是水。我说第3个原因就是他。陈立青先反应过来，那是他自己要来的，我们又没叫他来，我爸有给他钱的吧，他也不是白做。何秀兰没有回嘴，他那时候还站在门口，一步都没有进来。我就替他讲这8年他是怎么过的。我知道，因为我去过。他住3楼，老先生住1楼。他每天早上6点下来，先换尿布，再帮老先生翻身擦背，然后煮稀饭。稀饭要煮到很烂，因为他后来牙齿不好。上午带他到巷口晒太阳，一天量2次血压，记在墙上那张纸上。下午洗澡，一个人抱不动，他儿子放学回来帮他抬。老先生指甲长得快，他1个星期剪1次，晚上9点他才上3楼，第2天早上6点。再下来8年中间，老先生跌倒过2次。第一次半夜3点，是他背着人等救护车，医院要签同意书的时候，护理师问他：你是他什么人？他讲不出来，只能讲我是他媳妇，然后马上又改口，我以前是他媳妇。好，那我现在讲陈顺发先生为什么不要办丧事。去年3月14号，他自己一个人走到我们店里来，85岁，坐公车2站自己走进来的。我以为他要问价钱，把价目表拿出来，他没有看。问我的第一句话是：周小姐，那个报丧的纸讣文上面家属的名字那一栏可以写谁？我照规矩回答：陈伯伯，那一栏写的是有名分的，孝男孝女、媳妇、女婿、孙子、孙女，这样排下来。他就问：如果人家已经离婚了，还可以写在媳妇那边吗？我说照规矩不行。他又问：那告别式那天家属席呢？打理的时候他可以站在那边吗？我说家属席是登记有名分的家属做的，打理是家属出来，一般也是那些人。他又问捧斗呢？捧斗就是走在最前面捧牌位，那个位置一般是长孙。我说那更不行。他没有生气，也没有讲什么难听的话，他只是右手手指在桌面上敲了3下，嘟嘟嘟。做木工的人有这个习惯，想事情就用手指敲。然后他说那就不用办了。那天他把要的东西讲完，直接火化，不发讣文，不设灵堂，不举办公祭。他还说也不要人来看，进塔就好，简单。他走的时候跟我讲：歹事，麻烦你。我那天晚上回家，饭吃不下去。我们这行最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照规矩不行。这句话我讲过不知道多少次，可那天我讲完，一个85岁的人就把自己最后一场给取消了。第2天早上我打电话给他，我跟他讲了一件事儿，是我们这行会知道，可家属通常不会知道的事。我说陈伯伯，讣文那一栏我改不了，家属席我也改不了，但是有另外一个地方，那一栏是你自己填的，谁都不能改。庙里的往生莲位就是牌位，牌位上面往生的人名字是你，旁边还有一栏写的是还在世的，以后要来奉祀你的人的名字。我们这一行叫阳上，
阳上那一栏写谁是往生的人自己指定，或者奉祀的人自己去登记，跟户口没有关系，跟有没有名分也没有关系。他听完，在电话那头没有声音，隔了10几秒，他说，那我要去4月初，他去登记了，我陪他去。他那天带了一样东西，我讲到这里，从口袋里拿出一片东西，那是我当天在他枕头底下摸到的，用一个小塑料袋装着。我摸到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就先收了起来，是一片小木牌，指甲那么大，边角磨得很圆，摸起来不刮手。做木工的老师傅有一个习惯，一件家具做好，会在不起眼的地方刻一个小记号，刻主人的姓，算是签名。陈顺发做了40年，这一代很多老家具、老门板里面都有他刻的记号。这一片上面不是一个姓，是3个字，用刻刀一点一点刻出来的，刻得歪歪的，笔画很深。何秀兰那天在庙里登记单上，阳上那一栏，他写的就是这3个字。他把那片木牌拿给师姐看，问能不能一起放。师姐说牌位上不好挂东西，他就收回口袋，说好好，那我自己收着。我把木牌放到何秀兰手上的时候，她2只手抖到接不住，木牌掉在鞋柜上弹了一下，她蹲下去捡起来以后就一直低着头，肩膀一直抖，可没有哭出声音，就是抖。她后来讲了一句话，周小姐，这8年我都以为她是嫌我麻烦才不要办，我以为她是不想让人家问我是谁。我说不是，她去年3月坐在我对面，最后跟我讲了一句话，我一个字都没有改。他说，我不是要让他们难看，我只是想，我最后一次让人围着看的时候，不要让照顾我的那个人站在最后面。那天晚上，那间客厅安静得很奇怪，念佛机还在响，可3个人真的一句话都讲不出来。陈国栋先动了，他手机在裤子口袋里响了1、2次，他没接。第3次，他直接把手机关掉，放在桌上。他把那张庙里的登记单拿过去看了很久，然后问我一句，周小姐，这个可以改吗？我说不行，这是你爸爸自己填的，我不能改，谁都不能改。他就不讲话了，他不是在忏悔。我讲实话，我看得出来他不是，他那个时候在想的是明天怎么跟人家解释陈立青手上那条抹布水都滴到地板上了。他问我，那我们算什么？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在吵架，声音很小，像在问自己。我没有回答他，我回答不了。陈志明从破杯子那时候就一直蹲在地上捡玻璃，他捡完了，把碎片捧在手心，抬头问我一句，也是那一页他唯一讲的一句话，那个灯1年多少钱？我说1年1200。他点点头，把碎片拿去厨房丢。陈国栋回头看他一眼，他就没有再讲话了。5点40分，念佛机的电池没电了，声音慢慢变慢，然后停了。那间屋子到那时候才真正安静下来。天亮以后，陈国栋自己打电话取消公祭。他跟对面怎么讲的，我听得很清楚，不办了。我爸自己交代的，一切从简。挂掉以后，他跟他妹妹讲，亲戚问起来，你就说是爸爸自己写的纸在那里，我没有办法跟人家解释为什么名单上要写他的名字。我把这句话写在我的簿子上，我不美化，我做这行不美化。那天早上7点，遗体送去火化道场，5个人，3个子女，何秀兰，还有他的孙子陈白宇，高3。那天穿制服直接从家里过来，进去的时候何秀兰自己走到最后面站，她习惯了8年她都站最后面。是那个17岁的孩子回头走过去，把她的手拉起来，把她拉到最前面，就站在自己旁边。
他没有讲话，他爸爸也没有讲话。骨灰进塔前后1个上午就完了，没有花圈，没有毛巾，没有签名簿，没有一个外人。下午我陪何秀兰去庙里，那盏灯点起来，牌位上阳上那一栏就是那3个字。他从口袋里把那片木牌拿出来，用一根细铁丝绑在灯座旁边，绑得很紧。他说，阿伯以前跟我讲，木头的东西你绑紧一点不会掉。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到今年清明前，我去庙里帮别的客人办事，顺便去看那盏灯。灯下面有一本添油钱的簿子，我翻了一下，多出一笔1200，签名只有一个陈字，字写得很丑，笔画歪歪的，像手抖的人写的。庙里的师姐说，一个开货车的先生来的，车停在外面没熄火，钱放下就走了，没有进店。我不知道那算什么，我也不去问。3个原因我全讲完了。第一个，不想自己最后一次被人围着替别人做人情。第二个，不想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变成一笔要人分摊的账。第三个，要护住一个上不了名单的人。这3个原因里面，没有一个是为了省钱，也没有一个是恨谁。这一行做久了，我发现一件事儿，很多老人交代不办，不是不要子女送，是他们心里已经算过一遍，办起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算得清清楚楚，然后他们决定不要那个样子。这个算盘一打完，他们就不讲了，就只留一张纸。所以我劝一句，如果家里有长辈交代过身后的事，你今天就把话问清楚，问他为什么，你问出来的答案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还有，如果你自己心里已经有想法，光交代嘴巴是没有用的，我见太多了。今天晚上就拿一张纸写下来，要不要办，要不要发符文，骨灰要怎么处理，写清楚，签名，写日期。我们这里的殡葬管理条例里面有那一条，自己生前用书面写清楚的，家属跟承办的人应该要尊重这张纸，印3份，一份自己收，一份放在健保卡旁边那个袋子里，一份交给你最信任的那个人。不一定要是儿子女儿，可以是老朋友，可以是礼长。如果你已经签了生前契约，一定要看清楚3件事儿，可不可以变更，可不可以转让，退费怎么算，然后把契约编号告诉你信任的那个人。王阿好就是这样把自己保住的。最后一件事儿，如果你心里有一个人，法律上跟你没有名分，可这些年是他在照顾你，你想给他一个位置，你可以自己去庙里问连位阳上那一栏怎么登记，那一栏是你自己填的。人这一生最后一场不是办给亲戚看的，是你自己最后一次决定谁站在你旁边。这件事你现在还有力气的时候就要讲清楚，讲给那个该听的人听，不要留一张纸让别人猜。今天晚上就做一件事儿，拿一张纸写下你要怎么走，签名，写日期，然后把其中一份交到你最信任的那个人手上，跟他讲一句为什么，就一句，换作是你呢会照老人写的纸，一切从简，还是为了亲戚邻居那一句话把场面撑起来。如果你觉得这段话该让家里人听到，欢迎转给那个该听的人。这里说的都是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事，